我重生为壁虎的第一件事就是生吞一只即将破茧成神的9翅金蝉。可就在我幻想自己能成神时，却被夏幼楚误打误撞把契约之血滴在了身上。她叫夏幼楚，前世身为最强人族女帝，却遭遇数名异族帝者围攻。由于契约兽天赋太低，导致她最终陨落。为了打造更好的修炼根基，她直接将目标锁定在一只拥有神阶之种的9翅金蝉身上。就在她布下法阵，正准备契约时，9翅金蝉竟被我生吞了，导致她直接契约到了我这只丑不拉几的壁虎身上。一时间，她只感觉自己的天都塌了。本帝好不容易重活一世，原以为这次能抓住机缘一飞冲天，没想到最后竟然契约了一只壁虎。要知道，契约一旦签订，便再也没有解除的可能。夏幼楚虽天赋异禀，可让他拿一只毫无灵智的壁虎当契约兽，就算倾注再多的修炼资源，也不可能将其培养成王者级。与此同时，吞掉9翅金蝉的我却是心情大好，因为就在金蝉进我肚子的一瞬间，系统的提示音便响了起来。叮，吞噬9翅金蝉幼体，获得进化点加1000，力量、敏捷、体力、精神获得显著提升，获得特殊词条9退之机。每次生命等阶进化时，可额外选择一项身体部位进行额外强化蜕变。进化点已满足进阶条件，是否立即开始进化？我看了一眼散发着怨气的夏幼楚，立刻在心里狂喊进化。而夏幼楚在抓住我后，竟发现9翅金蝉的气息已经彻底消失了，顿时陷入了绝望。这到底是什么品种的壁虎？消化系统竟如此逆天？难道我重活一世还要重复前世的悲剧吗？可过了一会儿，夏幼楚眼底深处属于女帝的骄傲重新燃烧了起来。她能登临帝境，靠的从来都不是战术。御兽之路走不通，那就去鼓舞修身。只是这条路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承受更多的苦难。想到这里，夏幼楚的眼神重新变得坚定，她将地上的我抓了起来，捧到眼前说道：“听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吞掉我的金蝉，但既然你成了我的本命战兽，你就必须遵守我的规矩。”此刻我正处于进化前的微妙状态，对外界感知十分模糊，只能看到一张漂亮的少女脸庞对着我叽里呱啦。于是我努力集中精神传递意念：“女人别逼逼了，赶紧去准备吃的，等老子进化完毕，带你吃香的喝辣的。”谁料，因为我此刻的灵魂强度实在太弱，所以传递过去的意念只有一连串模糊的渴望，听在夏幼楚的耳里只是饿了吃饭。她在接收到这意念后，胸口一堵，差点没背过气去。吃就知道吃，刚吞了我的金蝉还不够吗？她强压下把我捏死的冲动，转身就要离开。从今天起，你就待在这间禁室里，不许离开半步。我会给你提供最基本的食物，保住你的性命。你若敢踏出这里一步，或是给我惹出了什么麻烦，我不介意拼着灵魂受损，也要清理掉你这个意外。待夏幼楚走后，我的进化顿时剧烈起来，难以形容的剧痛和麻痒从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爆发出来。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紧接着我的体型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了一圈，像是一只刚破壳不久的恐龙幼崽。丁，检测到宿主拥有特殊词条9退之机，本次进化后可选择一项身体部位进行额外强化蜕变，请选择。看着更新后的面板，我的心头一阵火热。仅仅是第一次进化，全属性就翻了10倍不止，而且进化点距离下一次进化只差95点。吞噬那9只金蝉的好处真不小，看来以后真得好好感谢一下夏幼楚了。最关键的是，这次进化还获得了哥斯拉的招牌技能原子吐息。于是我立即尝试调动体内那股微弱的热流，将其集中到喉咙部位。随后一小簇橘红色小火苗从我的嘴里冒了出来，只持续了不到半秒就熄灭了。好吧，看来能源核心没激活之前，这个技能只能充当一下打火机，指望用它对敌是不现实了。我将注意力挪回到了系统选择上，哥斯拉的强大建立在吞噬、消化、吸收，这是核心中的核心。我现在的吞噬天赋只是初级选择，一个消化能力强的内脏能最大化的利用这个金色词条的效果。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强化胃袋。下一秒，刚刚平复下去的异样感再次传来，我感觉到自己的胃在收缩扩张。几分钟后，强化过程结束，我也在这时收到了系统的提示，因为强化了胃袋的关系，吞噬天赋竟直接升级了。我心中一喜，强化后的胃袋现在连石头金属都能使用了。于是我又想到了原子吐息，原子吐息与能量核心相关，能量核心又与身体相关。念及至此，我的思路一下打开了。未来的强化方向，一方面要尽快激活能量核心，另一方面要继续强化和吞噬消化相关的能力。看着还差95点就能再次进化的进度条，我干劲满满，当即就想找点什么东西吃。我抬起头，眼睛开始扫描这间净室。之前光顾着抓虫子，没注意别的。这净室看起来古朴，但用料似乎很不凡啊。墙壁是一种深色的石材，摸上去冰凉坚硬，地面也是同种材质。我来到墙边试着啃了一口，发现并没有什么味道。丁，吞噬黑曜石砖，获得进化点加0.1，体力获得极其微弱的提升。我心中一喜，没想到这净室竟然是黑曜石做的，这么大的净室，就算一次只有0.1，全部加起来估计也有不少进化点。念及至此，我直接对着墙壁开始大快朵颐。半小时后，原本整洁的净室墙根处已经变得坑坑洼洼，我感觉腹腔传来了饱腹感，于是便停下来查看起了面板，差不多全属性都有1点左右的提升，还差35点就能进化。我打了个饱嗝，接着看向那扇紧闭的石门，继续开始猛啃。当整扇门被吃光后，我钻了出去，外面是一条走廊，同样由黑曜石砖构筑。我没有任何犹豫，沿着走廊的墙根继续啃。在啃食走廊墙壁的时候，我通过灵魂链接以及她的自语凑出了一些信息。那个叫夏幼楚的女孩似乎是个重生者，前世还是女帝。好家伙，我这是不小心把人家重活一世的希望给吃了。估计她现在只想把我关起来当摆设，放弃御兽之道。可惜啊，女人，你对本蜥蜴的潜力一无所知。等我发育起来，什么异族，什么界关，一口原子吐息全给你扬了。就在我啃得忘乎所以时，一阵隐约的喧哗声透过石壁传了过来。我在心中思索着，上面好像很热闹，而且我好像感知到了夏幼楚的
的气息，同时传来的还有许多充满恶意的情绪波动。我调整方向，一路啃食上去，很快就接近了声音的来源。此时的夏右楚正站在大厅中央，周围的家族长老纷纷冲他露出了不满的眼神。他的对面站着一位青年，正是家族大长老的孙子夏凌风。他抚摸着脚边黄金斩的毛，看向夏右楚的眼神里带着讥讽。右楚妹妹不是哥哥，我说你家族为了你那本命战兽耗费了多少资源，可你却说你的战兽出了意外。什么样的意外能让一只潜力无限的神兽幼崽变成一只毫无原力波动的壁虎？甚至你现在还要告诉我们，你要放弃御兽之道转修，那早已被证明前途有限的鼓舞，浪费我夏家如此多的资源，传出去你要我夏家的脸面放在何处？闻言，坐在主位上的夏家家主夏渊看了夏凌风一眼，右楚自有他的考量，资源用了便用了，我夏家还承担得起？夏凌风嗤笑了一声，承担得起？伯父，我知道您疼爱女儿，但也不能如此偏袒吧？那些资源若是用在我的黄金赛身上，假以时日，必能为我夏家再添一尊王级战力，总比打水漂强吧？夏右楚抬起头，深吸了一口气，资源是我所用，后果我一力承担。况且御兽之道并非唯一通天之路，即便不走此路，我夏右楚亦能登临9天护我夏家。话音落下，夏凌风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右楚妹妹靠鼓舞登临9天，你莫不是受了太大刺激，一时得了歹症？他身边的黄金爪也适时的发出一声低吼，带着威胁的意味。周围的质疑声更大了。夏右楚紧紧的抿着嘴唇，没有再辩解，而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我，心中莫名有点不爽。虽然夏右楚凶了点，但毕竟也是我的契约者，而且这个夏凌风怎么看怎么欠揍。就在这时，夏右楚的心声再次响起：夏凌风，你这个叛徒，再过3年，你就会为了权力暗中勾结幽冥族，出卖家族布防图，导致家族在北境防线损失惨重，2位元皇长老战死，数千家族儿郎埋骨他乡，父亲也因此身受重伤，家族一度跌出顶级世家之力。若非我后来力挽狂澜，夏家早已不复存在。要不是我现在没有证据，我肯定要戳穿你这个伪君子。听到这里，我心里微微一惊。虽然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但作为曾经的人类，对这种叛徒行为有着本能的厌恶。再看夏凌风那副得意洋洋的嘴脸，以及他身边那只对着夏右楚龇牙咧嘴的黄金，我顿时有了主意。吃光这里的墙壁，进化点差不多够下一次进化了。但在这之前，我不介意先去收点利息。家族会议最终不欢而散。在夏凌风和他背后大长老的强势逼迫下，即便夏渊如何争辩，也无法平息众人的怒火。最终决议暂停对夏右楚的一切高阶资源供给，其修炼所需的资源需自行承担，以示惩戒。得知消息的夏凌风志得意满，夏右楚从小到大，整个家族都把你当成金疙瘩，可现在不同了，以后家族的资源会更多的倾斜到我身上，你就抱着你的壁虎去练那可笑的鼓舞。想到这里，他大笑了几声，随便拿出几块精纯的原石和一盆兽奶，喂给了黄金仔。吃吧，小金，等你成了王兽，我看谁还敢我面前造次。随后夏凌风便回到了静室，开始打坐修炼，而他丝毫没有察觉到他房间的阴影里多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洞。我瞪着大眼睛，透过小洞打量着房间内的一切，尤其在看到那几块原石和兽奶的时候，肚子忍不住叫了出来。这就是原石吗？看起来能量很充沛的样子。那兽奶闻着也挺香，还有那只金毛小狗，看起来肉挺嫩啊。我悄无声息地从墙洞里钻了出来，趁着黄金爪低头喝奶，迅速爬到原石旁边，将一块原石吞进了肚子。丁吞是下品原石，3块进化点加15，精神加1。见此一幕，我心中一喜，连忙又吞了几口原石。随着一股精纯的能量在体内化开，进化点瞬间来到1000。虽然满足了进化条件，但我却没有选择进化，而是立刻爬向那盆兽奶，直接把脑袋埋进盆里。丁吞是下品灵兽，奶进化点加5，体力加1。直到这时，那只黄金嘴终于发现不对劲，这才喝了2口，盘子咋就空了？他疑惑地歪了歪头，在看到了逐渐下降的奶味线，露出了正在舔盆底的我后，黄金爪发出了愤怒的低吼：什么玩意儿，居然敢偷吃本兽的奶！黄金爪虽然还是一只幼崽，但身为顶级战兽后裔，脾气可不小。一丝微弱的金色电弧在他的利齿上绽放，直接就朝我咬了过来。好在我反应极快，直接原地起跳，跳到了黄金崽的头顶，躲开了扑击。我趴在黄金崽的头上，看着那白嫩的皮肤，于是便尝试着咬了一口，可任凭我再怎么用力，也只能在他身上留下一点白印。我靠，皮这么厚，这也咬不动了。黄金抓幼崽见我还敢反抗，愤怒的左右甩着脑袋，金色电弧再次闪烁，想对我再来一下。我冷哼一声：你这畜生还敢呲牙，信不信我拿打火机咬你屁股？我再次躲开了他的撕咬，一步绕到黄金拽身后，随后张开大嘴，一簇橘红色的原子吐息精准地喷在了黄金拽的屁股上。只听嗷的一声，黄金抓顿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屁股上的毛发已经燃烧了起来。他原地转圈，试图扑灭屁股上的大火，看向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些惊恐，不敢再轻易上前。我嘿嘿一笑，吃不了你，我还不能折磨你了。我看着黄金拽那一身金光闪闪的毛发突然又有了起来，于是再次靠近他，但这次我并没有咬他的肉，而是开始啃他身上的毛。丁吞是黄金钻绒毛进化点加1。没过多久，黄金身上的毛发便被我啃得东吐一块西吐一块。他看着自己飘落的金毛，还有屁股上时不时传来的灼痛，终于哇的一声委屈的哭了出来，缩到墙角瑟瑟发抖。见状，我满
满意的点了点头，环顾了一遍四周，凡是能吃的都进了我的肚子。等到夏凌风结束了一轮修炼后，映入他眼帘的只有一片狼藉，原石没了，瘦奶盆空了。小金身上毛发斑秃，屁股焦黑，蜷缩在墙角哭泣。这一幕让夏凌风气得浑身发抖。小金，这是谁干的？他疯狂地搜寻整个房间，最终只找到了墙壁上那个不起眼的小洞，而罪魁祸首早已溜之大吉。另一边，夏右楚正准备去关押我的净室给我送饭。虽然他因资源被断，情绪受到了波动，但他早有心理准备，很快便平复了心神。可还没等他喘口气，心里又是猛地一沉，老娘的门咋没了？他不敢置信地进入净室，只感觉四周像是被炮轰炸过一样。最关键的是，那只壁虎不见了，他瞳孔骤缩。本命战兽失踪可不仅仅是丢失宠物那么简单，这可是关系到他的命啊！想到这里，他连忙在净室内搜寻起来。当他蹲下身子仔细查看时，竟发现墙上有个小洞，小洞的痕迹很新，而且边缘参差不齐，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用牙齿硬生生啃出来似的。这壁虎居然能啃动黑曜石砖，难道是吞了金蝉之后，它发生了某种未知的变异，获得了啃食材料的能力？可它跑去哪里了？就在夏右楚准备出去寻找时，一个轻微的声音从洞口传了出来。他猛地转头，只见一只壁虎正慢悠悠地从墙洞里向外爬。我的体型比之前大了一圈，已经接近成年人的手掌大小，原本灰色的皮肤更是透出一种类似岩石的色泽。我瞥了夏右楚一眼，便爬到软垫上准备睡觉。夏右楚看着我一副万事无忧的样，一时间竟不知该作何表情。他快步走到墙洞边，试图查探洞内的情况，但里面黑漆漆一片，深不见底。他沉默片刻，找来了一块石头，暂时将那个洞口封住，然后走到了我的面前。你刚才去哪里了？我没有搭理他。现在的进化点已经超额，等消化完肚子里的东西，就可以开始第二次进化。夏右楚见我这副模样，无奈地叹了口气，以后不许再乱跑了，外面很危险，你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至少还能活下去。他说完便感受到灵魂链接里传来的简单信息，吃饱了很满足，刚刚升起的一丝希望又再次沉了下去。变异或许是有一些，但距离成为真正的神兽还是差了108000里，终究还是只能靠自己啊。他转身再次离开了净室，见他离开后，我便睁开了眼睛。女人，你对力量一无所知，等着吧，下次见面你会明白自己错得多离谱。系统开启第二次进化，剧烈的痛苦再次席卷了我的全身，这一次比第一次进化时更加猛烈。原本巴掌大小的躯体在咔咔的鼓响中迅速增长到了接近1指长，力量感充斥全身。我感觉自己现在能轻易撕碎之前的自己。我看着久推之机的选项，这次没有太多犹豫，选择强化能量核心，选择确认，开始对指定部位能量核心进行额外蜕变。一股截然不同的感受从胸腔深处传来，不再是单纯的疼痛，而是一种灼热，仿佛有一颗微型的太阳正在我体内被点燃。我心潮澎湃，终于有个像样的攻击技能了。虽然还是初级，但看描述已经具备了各种招牌技能的雏形。第二次进化完成，实力大增，还获得了强力的新技能，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强烈的饥饿感，得继续搞吃的。我把屋子里能吃的东西全部吃光，最后进化点还差200就能再次进化。我现在虽然有了点实力，但尚且还是幼年期不能浪，容易被夏家强者一巴掌拍死，所以我打算去找夏右楚，跟着那女人混，应该能搞到好吃的吧。我猛地从旁边的草丛里跳出，精准地落在了他的怀抱之中，扒拉了一下夏右楚的衣襟，传递过去一个清晰的意念，为我。他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要冷静，这是本命战兽性命交修，不能掐死，不能掐死。夏右楚回到自己的居所，将100块中品原石、3株灵参草放到桌上。此刻他看了一眼呼呼大睡的我，指望不上啊！重活一世，开局就是地狱难度，资源被断，前路迷茫。前世他曾得到过一部功法，名为吞天魔功，此功法通过吞噬其他生命本源化为己有，修炼速度虽快，但是极其耗费资源。前世他身为女帝，自有其骄傲与底线，并未选择修炼这等魔功。但这一世，夏右楚握紧的拳头，底线是强者才能拥有的奢侈。家族已非久留之地，留在家族只会处处受制。次日清晨，夏右楚收拾行囊时，发现自己的100块中品原石不见了。这时，一个悠长的饱嗝从我嘴里发出来，夏右楚彻底爆发了，你给我吐出来！吐出来啊！那是我全部的家当，全部。这只该死的壁虎吞了他的9只金蝉，毁了他的希望，现在又把他最后的资源偷吃一空，松手要死了，要死了！我被晃得头晕眼花，夏右楚最终还是没有掐死我。算了，就当这傻逼是个挂件吧。夏右楚来到他就读的云城第一中学，打算办理退学手续。他明白此刻没有资源支撑的他，只有去边境那种妖兽横行的混乱之地，才能得到蜕变。看是夏右楚，他还有脸来学校？听说他的本命战兽是只壁虎，真的假的？那不是废了吗？可惜了，以前可是咱们学校的牌面。夏右楚对周围的议论充耳不闻，径直走向教务处。我感应了一下四周，远处那栋看起来最气派的办公楼，能量反应似乎比其他地方浓郁一点。没过多久，那座楼被我吃塌了，那是校长办公楼，有学生尖叫，现场瞬间乱作一团。夏右楚也是微微一怔，看着那倒塌的办公楼，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低头看向自己腰间的布囊，布囊底部不知何时破了一个小洞。难道他猛地抬头看向那已经成为废墟的办公楼？看来这头傻逼虎还是有2把刷子的。我打了个饱嗝，进化点终于突破了2000大关，心情十分愉悦，又可以进行下一次进化。
我蜷缩着身体，忍受着第3次进化带来的剧烈冲击。我的体型在痛苦中进一步膨胀，从之前的1尺来长直接增长到了接近半米。进化完成了，属性再次大幅提升，而且一次性获得了2个新的被动技能。我心中一喜，超能装甲瞬间让我的生存能力暴涨，能量感知则像是一个生物雷达，能让我提前发现猎物或者危险。我看着久退之机的选项，目光落在了利齿上。吞噬是它进化的核心，因此一副好牙口至关重要。强化牙齿，我要吃得更快更狠。选择确认，开始对指定部位利齿进行额外强化蜕变。口腔内传来一阵剧烈的酸麻痒痛，仿佛有无数小锉刀在打磨它的牙齿。叮，天赋吞噬受强化部位，利齿影响效果提升。叮，受强化部位，利齿影响。领悟技能，撕裂啃食初级。你的撕咬具备强大的破甲与撕裂效果，能更高效地破坏物体结构，并从中汲取能量，对坚固目标造成的伤害提升。吞噬坚硬物质时，转化效率小幅提升，直接给了个撕咬效能，还提升了吞噬效率。我满意的活动了一下下颌，感受着牙齿碰撞发出的铿锵声。我感觉自己一口下去，能轻易咬穿钢板。学校外围，夏幼楚站在一棵大树下，远远望着那片混乱的废墟。不一会儿，我从旁边的地里钻了出来，搞定撤。这家伙吞了他的9尺金蝉过后，果然产生了异变，而且这个异变速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原力竟然无法穿过表皮，你这头傻逼怎么回事？叫谁傻逼呢？我表示不满。那我以后叫你小傻总行了吧？叫爸爸蹬鼻子上脸。城防军尖锐的哨声已经响起，夏幼楚立刻转身混入逐渐骚动起来的人群，快速离开了学校区域。他带着我来到了城外不远处的拓荒者工会驻地。工会驻地人来人往，充斥着各种彪悍的气息。有人身边跟着狰狞的战兽，有人背负巨大的武器。夏幼楚这样一个娇滴滴的少女，带着一只蜥蜴幼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不少目光落在我们身上，带着审视、好奇，甚至是不怀好意。夏幼楚无视这些目光，径直走到注册窗口。很快，工作人员递过来一个粗糙的铁牌，上面有一个简单的编号。夏幼楚接过铁牌，转身走向任务光幕。积分可以兑换工会仓库里的各种资源，包括功法、武器、丹药，甚至是高阶妖兽的幼崽或者原石。他选中了一个清剿黑风谷外围地穴蜘蛛的任务。走吧，我们的狩猎开始了。一人一兽正式踏入了危机，似乎却也充满机遇的荒野。夏幼楚的身影在嶙峋的怪石和枯木间穿梭，手中一柄普通的长剑闪烁着冰冷的寒光。剑光一闪，一头从地穴蜘蛛瞬间消瘦，绿色的枝叶溅出，抽搐着倒下。一股无形的吸力从他掌心传入，笼罩在那蜘蛛尸体上。大量生命精气从尸体中被强行抽取出来，顺着他的经脉涌入体内。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元力在魔功的转化下带上了一丝阴寒的属性，总量在迅速增长着。果然有效，虽然过程痛苦，但进步速度远非按部就班修炼可比，甚至不输前世契约。月光狼的修炼速度，我正趴在地上，百无聊赖地嚼着那只被他吸干了的蜘蛛，吞噬地穴蜘蛛残骸，能量流失，获得进化点加 0.5 体力加 0.01。这女人动作太快了，每次留给她的只剩下干巴巴的骨头和甲壳，喂给我留点肉。我不满地传递意念，你一只壁虎吃那么多肉干什么？消化得了吗？这些骨头甲壳磨磨牙就够了，老子连石头钢铁都能消化，会消化不了几块肉。我气得想给夏幼楚一口元烈，便吐气尝尝，但想想还是忍住了。小气鬼，等爷以后发达了，也让你啃骨头。话落，朝着远处冲去，求之不得。夏幼楚一脸鄙视，继续向前探索，但没等他走2步，一股凶悍气息骤然来袭。夏幼楚面色大变，这个区域怎么会出现妖兵级别的妖兽？妖兵级别相当于人类原始境界的修士，他如今只是元者3星，面对妖兵级别的妖兽，只有死路一条。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向着黑风谷外围冲去，同时他也在心里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这个贪吃怕死的傻逼虎，关键时刻跑得比谁都快。在那妖兵的气息越来越近，夏幼楚打算破釜沉舟之际，一道炽热的火线精准地攻击在那道黑影上。夏幼楚趁机拉开距离，惊魂未定地看向火线射来的方向。来源拓荒者工会会长的独生女赵萌萌，年纪20岁便已是元始9星，本命战兽赤焰狼更是达到了妖兵后期。他走到夏幼楚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眼神带着毫不掩饰的不耐烦。你就是夏幼楚夏家那个有名的千金？夏幼楚眉头微蹙，是我多谢赵小姐出手相救，谢就不必了。赵萌萌摆了摆手，我说你们这些大家族的小姐少爷能不能消停点？好好的城里不带象牙塔不考，非要跑到这荒郊野岭来玩什么体验生活？你们知不知道，你们随便一个任性，我们这些下面的人就得屁颠屁颠跟着擦屁股。夏幼楚冷声道，我有我的目标，今日之情我记下了，日后必当回报。赵小姐请自便吧，我不需要保护。夏幼楚转身就想离开，赵萌萌几步追上夏幼楚，抱着手臂，谁想保护你了？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要不是我爹下了死命令，说你少根汗毛就要扒了我的皮，我才懒得管你死活。你爱干嘛干嘛，我就在后面跟着你，当我不存在就行。有这个赵萌萌在旁边盯着，他还怎么运转？吞天魔功都怪那个傻逼虎。与此同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某位前女帝疯狂驱犬，此刻正嗨得不行。我正喜滋滋啃着刚猎杀的蜘蛛，吞噬地穴蜘蛛完整，获得进化点加5，力量加 0.1， 敏捷加 0.5。这蜘蛛口感不错，外酥里嫩，汁水充沛，就是甲壳有点塞牙。突然，一头体型格外硕大的巨型蜘蛛出现在我面前。地穴蜘蛛首领妖兵初期，他二话不说，张口喷出一道紫色的毒液箭，我不闪不避，毒液箭射在我身上，却连个印子都没留下。超能装甲被动生效，毒液附带的那点腐蚀性能量直接被抵消了。就这，我撇了撇嘴。
嘴，后腿猛地发力，瞬间出现在蜘蛛首领面前。在对方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布满嶙峋角质的尾巴如同钢鞭般抽搐，蜘蛛首领庞大的身躯直接被抽飞出去，汁液横流，眼看是不活了。我走过去，我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的学蜘蛛首领，获得进化点加50%，力量加5，体力加5，精神加5，获得被动技能毒抗性。一股热流在我体内化开，力量感再次提升，爽！我感觉浑身舒坦，这才是哥斯拉该有的生活。看了一眼属性面板，进化点已经积累到了320，虽然距离下次进化还很远，但照着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我继续自己的狩猎之旅。夏幼雏感觉自己的耐心正在被赵萌萌一点点磨光，他甚至怀疑赵萌萌的本命战兽不是赤眼狼，而是某种擅长精神攻击的碎嘴鹦鹉。赵萌萌打了个哈欠说道：“我说夏大小姐，你到底在找什么？这外围都快被你犁一遍了，除了那些傻蜘蛛毛都没有，再往里走可就是真正有危险的地方，我可不一定能兜得住危险。他等的就是危险。”根据前世记忆，黑风谷深处隐藏着一个小型上古遗迹入口，里面残留着一些上古修士的传承和资源，还存在一些天然的禁制和迷宫，正是摆脱赵萌萌这个跟屁虫的绝佳场所。我要去里面看看。夏幼雏指向黑风谷更深处的方向，那里雾气更浓，光线也更暗。赵萌萌眉头一挑，里面你确定那里面的妖兽可不是外围这些地穴蜘蛛能比的？说不定有妖兵、后期甚至妖将级别的家伙。夏幼雏语气平淡：“你如果怕，可以不用跟来。”说完迈步向深处走去。赵萌萌看着他的背影，撇了撇嘴，还是跟了上去，同时拍了拍身边赤眼狼的脑袋。伙计打起精神，看来这趟差事没那么无聊了。与此同时，在黑风谷的另一个方向，我正对着一头被我撕碎的岩石巨蜥大快朵颐。吞噬岩甲蜥获得进化点加80%，力量加8，体力加10，获得被动技能硬皮，硬皮皮肤强度永久提升10%，进化点也顺带突破了600大关。我感觉自己的力量又涨了一截，皮肤也更坚韧了些。那女人还在外围捡垃圾，老子在这里吃大餐，嘿嘿赚麻了。我美滋滋的想着，突然我通过灵魂链接捕捉到了一丝品质极高的能量波动。那女人在吃独食，不行，想背着我吃独食。没门！我立刻循着那丝感应，朝着感应的方向飞速前进。夏幼雏凭借前世的记忆碎片，在一片布满藤蔓和苔藓的岩壁前停下了脚步。他运转体内那丝刚刚转化出的魔元，屈指一弹，紧接着岩壁露出了一个幽深洞口，一股精纯而古老的元气从洞内弥漫而出。夏萌萌一脸震惊：“遗迹入口？你怎么会知道这里有个遗迹入口？”夏幼雏脸上不动声色，淡淡道：“运气好，偶然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只言片语。他自然不会说自己是重生者。”赵萌萌眼神闪烁，明显不信不过。现在不是探究这个的时候。一个未被发现的遗迹意味着机缘、资源、财富。她赵萌萌虽然是工会会长的女儿，但资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赵萌萌立刻换了一副表情，凑近夏幼雏：“那个幼雏妹妹啊，你看这遗迹是咱们一起发现的，见者有份，对不对？姐姐，我刚才还救了你一命呢。”夏幼雏看了她一眼，心中冷笑：刚才还一口一个麻烦，现在就是幼雏妹妹了。不过她也没打算独吞，一来他需要赵萌萌的力量来应对遗迹内可能存在的危险，二来彻底甩开他已经不现实，不如暂时合作，各取所需。夏幼雏依旧冷淡回道：“里面情况不明，一起探索可以，收获各凭本事。”没问题，那还等什么？赶紧进去啊！两人进入洞口没多久，一道黑影突然也冲了进去。进了遗迹之后没多久，我便遇到一只妖兽3级龙蜥，直接向我发起冲锋。我不闪不避，胸腔内能量核心高速运转，喉咙深处暗红光芒凝聚。猛地张开嘴，一道碗口粗细的暗红色能量洪流汹涌喷出，吐息直接贯穿了龙蜥庞大的头颅，从其后脑穿出，龙蜥轰然倒地，了无生机。我迅速上前张开嘴，一两口将它啃干净。这地方的食材质量真高，又大又补。夏幼雏这女人真会过日子。吞噬3级龙蜥妖兵，后期获得进化点加150，力量加10，体力加20，获得白色刺条厚重，体重增加10%，下盘更稳，抗击打能力小幅提升。一股磅礴的热流在我体内炸开，力量感和防御力再次飙升。夏幼雏凭借前世经验来到最中心的位置，这里生长着一颗成熟的龙纹运神果，不仅能提升精神力，对突破境界瓶颈有奇效，尤其适合元王以下的修士，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就在他准备上前采摘时，一个妖兽突然出现，挡在了他面前。铁甲地龙兽，妖兵巅峰，显然他是这龙纹运神果的守护妖兽。而在进遗迹之时，他跟赵萌萌就已经分开，他大脑飞速运转，寻找着对策。与此同时，在遗迹的另一个区域，赵萌萌感觉自己倒了血霉，不是被蝙蝠群追，就是掉进沼泽。好不容易出来，又遇到了一只妖兵中期的沼泽巨鳄，他勉强击退了巨鳄，但自己也受了点轻伤，元力消耗巨大。这什么破遗迹，怎么这么邪门？就在他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窜时，偶然看见我正在被3头妖兵后期的妖兽围攻，只见我3两下就将他们解决了。这是什么妖兽？恐怖如斯，绝对超越了妖兵级别，难道是妖将？他吓得魂飞魄散，下意识的就想要逃跑，然而后退时不小心踢到了一块小石子。正在享受战利品的我猛地抬起头，锁定了赵萌萌藏身的方向。能量感知中，一个强度不错的人类生命信号，以及更远处一群正在快速接近，能量反应更强烈的妖兽信号。送货上门了！我眼睛一亮，我直直朝着赵萌萌的方向冲了过去。赵萌萌吓得花容失色，她瞬间拉开那把奇特长弓，体内所剩不多的元力疯狂注入，一道凝聚了她全部力量的火焰剑矢向我冲来。然而剑杆本身甚至没能刺破我强化过的皮肤，叮当一声掉在地上。赵萌萌看到自己全力一剑，连我的皮都没蹭破，彻底绝望。她闭上眼睛，等待死亡的降临。然而我看都没看她一眼时，
直接从他身边冲了过去，扑向了更后方那群散发着诱人能量波动的妖兽。我兴奋地咆哮一声，杀入了蝎群之中。原本闭目等死的赵萌萌等了半天，没感觉到疼痛，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然后他就看到了让他世界观崩塌的一幕。那头恐怖的未知妖将正在单方面屠杀那群让他感到棘手的火蝎，他和那些地火蝎不是一伙的，难道他是在保护我？他看着我那狰狞却又带着某种奇异美感的战斗姿态，感受着那扑面而来的纯粹力量与毁灭气息，脸颊莫名的有些发烫。此时的夏幼楚还在跟铁甲地龙兽对峙着。夏幼楚回忆着前世关于这种妖兽的零星记载。铁甲地龙兽虽然防御力极强势，但却对精神层面的攻击抗性较弱，而龙纹运神果蕴含的正是精纯的精神能量。夏幼楚眼中绿色一闪，燃烧灵魂本源为代价，强行催动元灵层面才能涉及的精神冲击。被击中的地龙兽瞬间陷入了短暂的混乱。就在此时，夏幼楚冲向了龙纹运神果。然而在他即将触碰到龙纹运神果的时候，我在他前面破土而出，直接将那果子一口吞入。夏幼楚伸出的手将在半空，脸上的狂喜和期待瞬间冻结，化为彻底的呆滞和难以置信。他甚至能感觉到那果实被咬破时溅出的几滴甘甜汁液落在了他的手背上。吞噬龙纹运神果获得进化点加500，精神加50，获得特殊状态神清气爽，10天内精神力恢复速度提升100%，悟性小幅提升。一股磅礴浩瀚的精神能量瞬间在我脑海中炸开，之前连续战斗的疲惫一扫而空。这果子够劲！我转头看到旁边眼神仿佛要杀人的夏幼楚，你怎么在这儿？夏幼楚看着我那副吃了好东西很满足，甚至还带着点你来晚了的无辜表情，差点直接气晕过去，赌上灵魂受损的代价。眼看就要到手，关乎他前期修炼根基的龙纹运神果没了，被自己的本命战兽一口闷了。他堂堂女帝被一只蠢了吧唧的傻逼虎给坑了2次。就在此时，铁甲地龙兽清醒过来，看到龙纹运神果没了，瞬间进入狂暴状态。他不再有任何保留妖兵巅峰的恐怖气息，全面爆发。庞大的身躯带着碾碎一切的威势，朝着我们猛冲过来。夏幼楚脸色巨变，燃魂秘术的反噬让夏幼楚灵魂剧痛，实力大损失，根本不可能再抵挡地龙兽的寒怒一击。他看了一眼旁边似乎还在回味果子味道的我，心中一片冰凉。这傻逼虎除了吃还会什么？难道他夏幼楚重生归来，雄心万丈，最终却要憋屈的死在这里，死在自己的本命战兽坑爹操作之下？强烈的求生欲和前世女帝的骄傲让他强行压下了灵魂的剧痛和身体的虚弱。他眼中闪过一丝决绝，再次施展某种代价更大的禁术，博纳一线渺茫生机。然而我直接冲到了他前面，迎着地龙兽正面冲了上去。我张嘴，一道洪流猛然喷出，直接灌入了地龙兽那张开的血盆大口之中。地龙兽前冲的势头戛然而止，直接炸了。夏幼楚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一头妖兵巅峰的铁甲地龙兽被他的本命壁虎秒了。这是什么品种的壁虎？夏幼楚看着我那狰狞中带着莫名威严的侧脸，我好像捡到宝了。虽然是个吃货还是个坑货，但好像挺能打的。我没理会陷入震惊和自我怀疑的夏幼楚，走到那堆还在燃烧的碎肉前，开始熟练的大口吞噬起来。吞噬铁甲地龙兽残骸，获得进化点加300，力量加30，体力加35，获得被动技能铁甲，物理防御力永久提升15%。我看着焕然一新的属性面板，心情愉悦。进化点已经来到1920，快一半了。照这个速度，很快就能再次进化。夏幼楚看着我大吃特吃，只能干瞪眼，吃就知道吃，怎么没噎死你？随即一个让他更加郁闷的念头冒了出来，可是为什么一点反馈都没有？明明战兽的每一次成长，每一次进化都会反哺御兽尸，可这只壁虎除了灵魂链接带来的那点微弱感应，其他什么都没有。难道是因为它本质还是凡兽，所以没有反哺能力？可哪个凡兽能长这么大，能喷吐那种毁灭性能量？还是说这傻壁虎的进化路线有问题，只长个头和饭量，不产生可供反哺的超凡能量？夏幼楚越想越觉得憋闷，他甚至尝试暗中运转了一下崩天魔功，结果魔功运转瞬间就湮灭的无影无踪。夏幼楚感到一阵无力，打又打不过，吸又吸不动，契约了等于白契约。就在夏幼楚内心被无尽吐槽淹没时，我张开嘴吐出了铁甲地龙兽的骨架，传递给夏幼楚一个清晰的意念：能吃吧？我吃你个大头鬼！这玩意儿除了硬还有什么？我懒得再理会它，转身传递出最后一个意念：你在这里不要走动，我去给你找点骨头来吃吃。说完就消失不见。夏幼楚一个人对着那副光溜溜的地龙兽骨架在风中凌乱。就在此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是赵萌萌。他的目光首先落在了夏幼楚身上，随即又看到了夏幼楚脚边那副完整的庞大骨架，这是妖兵巅峰级别的铁甲地龙兽。赵萌萌的目光再次落到夏幼楚身上，带着难以置信的惊讶。这个只有元者3星，听说本命战兽是指废柴壁虎的下大千金，秒杀了一头妖兵巅峰的铁甲地龙兽。他看向夏幼楚的眼神彻底变了，之前的轻视和不屑，此刻全部化为了深深的忌惮。不愧是夏家千金有2把刷子。夏幼楚将赵萌萌的反应尽收眼底，心中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让赵萌萌误会能省去很多麻烦。想到这里，夏幼楚干脆默认了。他淡淡的瞥了赵萌萌一眼，语气平静的说道：“赵小姐有事吗？”赵萌萌干笑2声，眼神不由自主的又瞟向那副骨架，试探着问道：“这是妹妹的手柄，真是令人惊叹。”夏幼楚不置可否，这里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走吧。一瞬间，赵萌萌的态度变得无比恭敬，甚至带着点谄媚幼楚。妹妹说的对，妹妹先请，我在后面跟着，绝对不打扰妹妹。两人各怀心思，一路无话事。沿着通道继续深入，在穿过一扇巨大的石门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宫殿，殿内中央有着2个散发着微弱光芒的石台。
石台上各自悬浮着一个看来起来像是兽卵的东西，那个兽卵似乎是某种土系妖兽的后代，潜力有限。在石台旁边有一门铁甲断体术和一门地刺术，品阶同样不高。夏右楚只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赵萌萌也探查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丝兴奋。玄阶中品这回发财了，还有上古时期的妖兽卵，虽然已经无法孵化，但也能卖个好价。玄阶功法在外面也算不错，足以作为一个中小型家族的镇族之宝。夏右楚说道：“你要的话都拿去吧。”赵萌萌客气地回道：“都给我，这不好吧？毕竟是你发现的。”赵萌萌看着夏右楚那毫不在意的样子，心中再次震撼。玄阶功法战绩妖兽卵说不要就不要，那就多谢右楚妹妹。赵萌萌也不再矫情，喜滋滋地走上前收取这些对她来说也算小有价值的收获。毫不意外，我又突然出现，将石台上悬浮的东西一口吞了。吞噬传承玉简获得进化点加40，精神加4；吞噬石化底吸卵获得进化点加5，体力加1；吞噬劣质丹药获得进化点加20。吞噬青钢岩石台获得进化点加1。吃完我这才注意到旁边目瞪口呆的赵萌萌，以及一脸我就知道会这样的夏右楚。我看向赵萌萌，对这个之前朝我射箭的人类还有点印象。我故意凑近了一些，一股恐怖的威压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赵萌萌吓得直接跪在地上，怪物！别吃我！我看着他这副怂样，觉得有点无趣，收回了威压船，递过去一个一年难吃。夏右楚看着我这一连串行云流水的打扫战场和恐吓路人的操作，已经无力吐槽了。他走到几乎瘫软的赵萌萌身边，淡淡道：“别怕，是我的战兽。”他猛地抬起头看看夏右楚，又看看旁边那个如同小型凶兽般的我。走吧，这里没什么了。夏右楚不再多言，转身离去。我直直跟在他身后。赵萌萌看着这一人一兽的背影，他感觉云城乃至整个大夏皇朝可能都要因为这对奇怪的组合掀起波澜了。返回云城拓荒者公会的路上，赵萌萌忍不住凑近夏右楚，压低声音：“您这战兽到底是什么品种啊？也太威猛了！我也想养一只。”夏右楚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心里也在吐槽：我也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品种的吃货加坑货。但他面上依旧维持着高深莫测的冷淡，随口敷衍壁虎的变异品种比较特殊，而特殊。这也太特殊了。回到拓荒者公会交接清剿黑风谷外围地穴蜘蛛的任务，工作人员看到夏右楚提交的地穴蜘蛛毒囊数量时，明显愣了一下，尤其是里面还混杂了几只明显是妖兵首领级别的毒囊。这些都是您独自完成的？工作人员有些难以置信地看了看夏右楚，又看了看他脚边那个无比威猛的变异石。夏右楚淡淡应了一声。最终任务结算，夏右楚获得了120点积分和600下品原石。他拿着原石去公会内部的资源区购买了大量修炼吞天魔功所需的妖兽血肉，顺带还买了不少低阶元力合金。他算是看明白，想指望我反馈是指望不上，这货就是个纯纯的无底洞，不想被我抢自己的好东西，就得提前准备好平价替代品，把我喂饱。果然回到临时租住的小园，夏右楚刚把那堆元力合金拿出来，我就眼睛放光的扑了上来，开始风卷残云。吞噬元力合金时获得进化点加10。我吃的心满意足，找个角落趴下开始消化。夏右楚看着我那副吃饱了就睡的德行，无奈的摇了摇头，自己也走进静室，准备消化此次一计之行的收获。他盘膝坐下，取出药材，开始运转吞天魔功。虽然龙纹运神果没吃到，但经历连番战斗，他的修为壁垒已经有所松动。果然在吞天魔功运转到极致之时，仿佛某种枷锁被打破，元者四行突破，总算又前进了一小步。他走出静室，发现我还在角落里趴着，似乎睡着了。这傻壁虎好像又要变强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轻柔的敲门声：“右楚妹妹在吗？”我是苏婉清。夏右楚打开了院门：“婉清姐，你怎么来了？”苏婉清说道：“我听说了你的事情，家族里那些风言风语你别往心里去。我相信你肯定有自己的打算。”他将礼盒放在院中的石桌上，这些是一些修炼用的原石和丹药，虽然不多，但也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出在外面不容易，千万别委屈了自己。婉清姐，这太贵重了。苏婉清按住他的手：“我知道家族断了你的资源，你心里肯定不好受，但路是自己走的，我相信你一定能创出一片天。”夏右楚不再推辞：“多谢婉清姐，这份情我记下了。”苏婉清见夏右楚脸上笑容更盛，这就对了。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苏家找我。说完转身离开了。夏右楚看着桌上的资源，沉默了片刻，也是个身不由己的可怜人。角落里已经清醒的我，通过灵魂链接捕捉到了一些信息，看在这些贡品的份上，以后要是碰上了，顺手捞他一把也不是不行。住口！那不是给你吃的。一个转身的功夫，夏右楚看着满地狼藉，气得狠狠一拳捶在了我头上，然后自己捂着手默默去了医疗室。该死！总有一天，我要好教训教训这头傻壁虎，让他知道谁才是主人。拓荒者公会发布的一条紧急召集令：紧急召集黑风峡谷东侧50里外落雷剑区域发生不明原因妖兽暴动，大量低阶妖兽汇聚，并有妖兵级妖兽出没，严重威胁周边商路及村落安全。现召集所有武者4星级以上拓荒者前往清剿，任务奖励基础积分500点，按斩杀妖兽等阶级数量追加奖励，贡献突出者另有额外重赏。夏右楚看着公告妖兽暴动，意味着大量的资源聚集，对他而言是修炼吞天魔功的绝佳场所，对某个吃货而言则是自助餐厅开门营业了。走吧，带你去吃大餐。第一批赶来的拓荒者们，他们看到那数以千计的疯狂妖兽，所有人都脸色煞白。受潮是受潮，工会情报有误，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妖兽暴乱，快组织防线，不能让他们冲出去。拓荒者们拼死抵抗，但在无穷无尽的受潮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不断有人倒下，被疯狂的妖兽撕成碎片。悬崖上方，夏凌风看着下方那惨烈如同地狱般的景象，一群废物这么点妖兽都挡不住。
白白浪费工会发的资源，死了活该，这么弱也敢出来当拓荒者，真是晦气，耽误老子时间。甚至恶毒的想着，要是夏幼楚也在这群拓荒者里被兽潮撕碎就好了。就在拓荒者们死伤惨重，防线即将全面崩溃之际，两道身影突然出现，正是我跟夏幼楚。这不是普通的暴动，妖兽的眼神完全失去了理智，只有最纯粹的疯狂和杀戮欲望，像是被某种东西强行激发了凶性。我才不管那么多。我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悍然冲向了那奔腾汹涌的兽潮。你等等！夏幼楚伸出的手僵在半空，这傻逼虎还是这么莽。虽然知道他实力强势，但这可是兽潮，里面还有妖将级别的存在。他的担忧还没完全升起，就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撼。只见我冲到兽群前面，一爪随意一挥，一头试图扑上来的利爪猴就被轻易撕成了两半，一道圆裂变吐息喷出。无论是妖兵初期的眼甲蛛，还是妖兵中期的毒蚊蟒，都在瞬间被溶穿。吞噬风狼获得进化点+1，吞噬利爪猴获得进化点+2，敏捷加0.1，吞噬眼甲蛛获得进化点+2，力量+2，体力+3。吞噬毒蚊蟒获得进化点+50，体力+5，被动技能毒抗性提升。我的体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次膨胀，气息也越发恐怖深沉。那些原本疯狂暴力的妖兽，竟然本能的产生了恐惧，开始绕开我这片区域。那是什么妖兽？好强！他在帮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夏幼楚跟在我身后补刀，并利用吞天魔功迅速提升着自身实力。在吞噬了大量妖兽血肉精华后，元者5星的瓶颈轻而易举的突破。这还仅仅是开始，元者6星、元者7星，一直到元者7星巅峰才缓缓停下。就在夏幼楚打算一鼓作气突破元者8星时，他突然蹙眉停下，这是引兽香的味道。难道说这场兽潮是有人故意引发的？而此刻躲在悬崖上方的夏凌风眼睛都红了。他死死盯着在兽潮中开无双的我，以及跟在后面气息不断拔高的夏幼楚。这种级别的兽潮居然没杀死他，还有那头陌生的战兽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好事都让他碰上了？那只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下方我又是一口圆裂变吐息，将一头试图偷袭夏幼楚的妖兵影豹融成了焦炭，然后熟练的将其吞下。吞噬影豹获得进化点+80，敏捷+8，进化点一满足条件是否立即开始进化？我没有任何犹豫，下一秒以我为中心，一股无形的能量风暴骤然形成，那些疯狂扑来的妖兽被风暴吞噬，化为进化能量的一部分。吞噬风狼获得进化点+12，吞噬利爪猴获得进化点+16，吞噬岩蛇获得进化点+60。夏幼楚离得最近，被这股突如其来的恐怖能量风暴逼得连连后退。这就是我进化的方式，在他的感觉中，我的生命气息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攀升，如同沉睡的太古凶兽正在苏醒着。灵魂链接那头传来的我进化时那种气息不断增强，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能量反馈到他这个御兽师身上。这个混蛋铁公鸡，貔貅只进不出。风暴渐渐平息，烟尘散去，露出了其中那道全新的身影时，只见我体长直接暴涨至接近1.9米，站立起来已经高过夏幼楚一个头。仅仅是站在那里散发出的凶悍气息，就让周围那些陷入疯狂的妖兽都本能的止住了脚步，发出恐惧的低吼，不敢上前时。我看着进化后的属性面板，下次进化点需求提升到了8000，并且这次进化还觉醒了一个全新的特殊类技能毁灭君王。这个技能来的太是时候，简直就是为眼前这种杂鱼众多的战场量身定做。我转过头看向不远处处于震惊和幽怨中的夏幼楚时，我把一只奄奄一息的妖兵中期铁背山猪扔到了夏幼楚面前，别酸了，给你吃，赶紧提升实力，我怕你拖我后腿。他看着地上那头半死不活的山猪，又看了看我那副也赏你的表情，谁酸了谁拖后腿了？还有这语气是怎么回事？他堂堂女帝需要一头战兽来施舍？他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要冷静，要理智，跟这傻壁虎生气不值得，有资源不稀是王八蛋。他黑着脸走到山猪面前，运转吞天魔功，开始吞噬其生命精气。我看夏幼楚那副一边生气一边真香的别扭样子，心里嘿嘿直乐，这女人还挺有意思。就在此时，数道强大的气息从远处急速掠来，落在了战场边缘。为首一人正是拓荒者工会的赵会长，境界元灵巅峰，在他身后是赵萌萌，以及工会另外几名元灵境界的长老和精英之士。赵萌萌一落地，目光就锁定了我跟夏幼楚。爹，你看，就是他夏幼楚的战兽。赵会长目光如电，瞬间落在我身上。这就是那只变异石蜥，这脉象着气息跟石蜥有半毛钱关系。他活了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如此奇特而可怕的妖兽。夏家丫头果然不简单。他看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疯狂兽潮，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如果出手击杀那几头隐藏在兽潮后方的妖将，失去了压制的兽潮反而会彻底失控。到时候遭殃的就是落雷剑周边那些毫无防备的村落和镇子。这时夏凌风突然出现，赵会长兽潮凶猛，每耽误一刻就有更多的同胞牺牲，请您以大局为重，速速出手平定兽潮，必须尽快让赵会长出手，在兽潮被平等后，他才能有机会在调查开始前抹去自己使用迷兽香的痕迹，否则一旦深究下去他就完了。赵会长冷冷地瞥了夏凌风一眼，这位夏家少爷就是个含着金汤匙的彪富二代，这种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有理由怀疑这场兽潮跟这位夏家大少爷脱不了干系，但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立刻组织人手构筑第二道防线，优先救治伤员，尽可能将兽潮压制在落雷剑范围内。就在此，一股恐怖威压轰然爆发，席卷了整个天地，妖兽全都四肢发软，不由自主地跪伏了下来。刚刚吞噬完山猪突破到元者8星的夏幼楚看着眼前一幕，一脸震惊，这傻逼虎居然还有这种技能，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在这时，几头妖将级别的妖兽却仿佛受到了挑衅，怒吼着朝我冲满。面对他们的凶猛攻势，我反而燃烧起更加炽烈的战意。来的好主菜终于上桌了，我的利爪狠狠地拍向了双头金刚猿砸下的巨拳，随即尾巴狠狠地抽向了后面冲上来的紫金毒蝎。紫金毒蝎被甩飞出去，一边铁羽雷鹰密集的蓝色箭雨被直接弹开，在场所有人都看呆了。女人别愣着了，赶紧吸，能吸多少吸多少，别让那群家伙抢完了。夏右楚被我传送的意念惊醒，他看着周围那些失去反抗能力的妖兽，这傻逼虎是在担心被抢怪，都啥时候了还怕友军抢怪呢？夏右楚没好气的白了我一眼，旋即吞天魔功超负荷运转，无形的吸力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笼罩向周围大片区域的妖兽。精纯的生命精气如同百川归海，疯狂涌入他的体内，他的修为升到元者8星初期巅峰。我见夏右楚开始疯狂吞噬，心中稍微安，但自己这边也必须加快速度。这3头妖将皮糙肉厚，体内妖元雄浑，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好拿下。特别是那头铁羽雷鹰一直在空中盘旋，时不时就用雷击和铁羽骚扰，烦得很，必须先解决一个。我的目光瞬间锁定了那头被他们尾巴抽上行动略显迟缓的紫金毒蝎，就你了！我猛地扑向紫金毒蝎，紫金毒蝎喷出一大团紫色的毒雾，我不闪不避，胸腔内的能量核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运转，喉咙深处暗红色的光芒急速凝聚，一道毁灭吐息喷射而出，直接灌入了他因喷吐毒雾而张开的口气中，他的身体迅速瓦解崩碎，化作最细微的飞灰吞噬紫金毒蝎，获得进化点加800，力量加50，体力加60，精神加30，被动技能毒抗性提升至高级，获得被动技能净化皮肤，皮肤表面防御力提升20%，对能量攻击具有极大抗性。毒抗性升到高级以后，估计很难再有毒物能威胁到我。我转过头，目光扫向了剩下的双头金刚猿和铁羽雷鹰，2头妖将瞬间达成了共识，再也顾不得什么霸主尊严，转身就想逃跑。我咧开嘴露出一个狰狞的笑容，问过我没有？我直扑试图逃跑的双头金刚猿，将它撕碎。吞噬双头金刚猿妖将初期获得进化点加850，力量60，体力加55，获得被动技能狂暴。初级铁羽雷鹰见同伴都没了，陷入疯狂。带着一往无前的决绝，朝着地面猛扑而下。我迎着俯冲的铁羽雷鹰逆冲而上，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咬向了铁羽雷鹰的脖颈。吞噬铁羽雷鹰，获得进化点加820，敏捷加65，精神加55，获得主动技能重力掌控。初级重力掌控可小范围改变自身或接触物体的重力，效果与持续时间受精神属性影响。重力掌控，按照这个趋势，等精神属性达到1000点左右，配合这个技能，说不定我就能飞了。战场剩下的零星几头低阶妖兽，朝着落雷剑四面八方亡命奔逃。短暂的死寂之后是震天的欢呼，赢了，我们赢了，兽巢退了，妖将死了，是他，是那位大人救了我们。赵会长走上前，对着我和夏右楚郑重的抱拳行礼，多谢2位出手相助，平定兽巢，挽救我工会众多兄弟性命，护佑一方平安，此恩我拓荒者工会铭记于心。我只传递过去一个意念，不用谢祭的结账。就在赵会长一脸懵逼之时，旁边的赵萌萌连忙小声解释道：“爹，右楚姐接了我们工会的清剿任务。”赵这才恍然大悟，阁下放心，任务报酬1分不会少，而且鉴于2位在此次兽巢中的卓越贡献，工会还将额外给予最高级别的特别奖励。我满意的点点头，不再理会赵会长，转身走向夏右楚。吃了这么多裁员者9星，你这功法效率不行啊！夏右楚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额头冒出青筋，你说谁效率不行？要不是某个混蛋吧，把最好的食材都独吞了，连点汤都不给我留，我早就突破元师了。他指的是那3头妖将，要是能把那3头妖将的生命精气都吸收了，别说元师冲击元师中期都有可能。我理直气壮，我打得怪，当然我吃。你能捡点剩菜剩饭就该偷着乐吧。夏右楚气的胸口起伏，指着我，你个铁公鸡周扒皮，话落转身去帮忙救治伤员，清点战利品。这次兽巢破荒者工会损失不小，死伤近100人，其中不乏好手。赵会长脸色阴沉，对负责情报核查的执事下令给我严查。到底是谁传回的假情报？我要他付出待1个小时后，一名执事脸色难看的回来汇报会长，我们查到1个小时前夏家的夏凌风少爷曾在落雷剑附近出现，而且有兄弟在悬崖上面方发现了这个。直直递过来一个装着一些细小的灰烬的瓶子。赵会长一把夺过小瓶引兽香，而且是高浓度的。夏右楚想起前世夏凌风确实因为平定落雷剑妖兽暴动而立下功劳，获得了不小的名声和高考加分。当时他还觉得有些奇怪，以夏凌风的实力怎么可能平定妖兽暴？原来是自导自演。立刻将此事上报城主府和巡查司，申请逮捕夏凌风，我要让他为死去的兄弟们偿命。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并不如人意。破荒者工会得到了城主府巡查司的回复，调查结果认定落雷剑兽巢西有一名名叫王老五的流窜地痞所为，此人偶然得到引兽香为报复社会，在落雷剑使用引发兽潮，现该犯以畏罪自杀，此案就此了结。至于夏凌风巡查司表示，夏公子当时只是恰巧在落雷剑附近历练，发现兽潮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工会，属于见义勇为，应予表彰。这个结果一出来，不少拓荒者气得眼睛都红了，自发组织起来，冲到夏家府邸门前抗议，要求严惩真凶夏凌风。然而夏家大门紧闭时，只有几个护卫冷着脸站在门口，滚开！夏家府邸岂是你们这些泥腿子能撒野的地方？再敢喧哗，以冲击贵族府邸论处置！就在这时，夏凌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吵什么吵？一群贱民！我告诉你们，这个世道讲究的是实力和背景，没证据就闭上你们的狗嘴！再敢污蔑本少爷，小心我告你们诽谤，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夏右楚得知这个消息后，站在小院的窗前。
夏凌风、夏明远，你们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我保证他要更快的变强，强到足以无视这些肮脏的规则，强到足以亲手讨回公道。我看了夏幼楚一眼，传递过去一个意念，想报仇简单，等我再净化2次，一口吐气，把他家连同他一起扬了。虽然方式粗暴了点，但听起来还挺解气的。他看了一眼我那副自信的样子，忽然觉得有这个能吃能打还能气人的混蛋在身边似乎也不错。至少在通往巅峰的路上不会太寂寞。他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弧度。好啊，我等着。算了，别等了，我现在去夏家一趟。夏幼楚先是一愣，随即脸色微变，身形一闪，挡在了他面前。你给我站住！他压低声音，语气带着一丝气急败坏。你现在回夏家干什么？送死吗？谁说我要去杀夏凌风了？我去动他的战兽。那头金毛小狗看起来挺肥的，吃了它收点利息不过分吧？他看着我那副表情，一时间竟无言以对。不吃正主吃人家的狗，这思路清奇中带着点缺德，但好像莫名的可行。他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夏凌风发现自己的宝贝黄金栽被吃了时那副气急败坏哭爹喊娘的场景。夏幼楚一个没忍住笑出了声。你这个家伙可真够损的。彼此，他看向我，嘴角勾起一抹小恶魔般的笑容。我负责提供情报和望风，你负责潜入，然后出手搞定那头黄金。看着夏幼楚那跃跃欲试的样子，点了点头成交。夏幼楚带着凌天来到了距离凌风院不远的一处假山后面，看到门口那2个护卫了吗？都是元师巅峰，院子里还有暗哨，具体位置我不太确定，但肯定有那个警戒阵法覆盖了整个院落，强行闯入会立刻触发警报。我可以利用秘法暂时压制法阵5秒，掳走黄金酸后必须马上撤离。他通过能量感知能清晰地看到那个笼罩院落的护照，我也看到了院落里那个散发着可口波动的黄金猴，好像似乎比之前更肥了。我舔了舔嘴唇，好，5秒钟够了。夏幼楚直接凝出一缕魔元，悄无声息地射向笼罩院落的警戒阵法光照，阵法光照极其轻微地波动了一下，光芒瞬间暗淡了下去，我如同一道影子，瞬间出现在了那个豪华兽窝旁边，直接将黄金在那圆滚滚的身体整个捞起，夹在腋下，朝着院墙方向冲去。在离开的最后一瞬，我扫了一眼正厅，冷不防跟夏凌风对上了眼。夏凌风瞳孔骤缩，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是那个怪物，他进来了。他冲到院子角落，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兽窝，整个人如遭雷击。小金，我的小金不见了，被他抓走了。夏明远和柳氏瞬间出现，怎么回事？刚才那是什么东西？是夏幼楚的那头战兽，那头灰色的蜥蜴怪物。夏凌风哭喊着，他把小金抓走了。爹娘，快去追啊，把他抓回来，我要把他剥皮抽筋。夏明远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来人给我追，封锁全府，一定要把那头畜生给我找出来。整个夏家府邸瞬间被惊动，灯火通明，四处搜寻，鸡飞狗跳。然而我和夏一幼楚早已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完美的配合，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落荒者聚居区小院，赵萌萌还在石阶上打着哈欠。突然2道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吓了他一跳。幼楚姐、石溪大人，你们回来了。然后他就看到我腋下还夹着一个不断挣扎的金色毛团，这是夏家夏凌风的那头黄金钻。夏幼楚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低声道进去再说。说罢3人便进到院子里。你打算怎么处理？当然是吃了。黄金钻似乎听懂了，抖个不停。赵萌萌在一旁看得有点不忍心，那个石溪大人黄金钻很稀有的，杀了有点可惜吧？稀有所以才好吃，动作快点处理干净。夏幼楚在一旁提醒道。我点了点头，放心，一根毛都剩不了。我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将其吞了下去。吞噬黄金钻幼崽潜力妖王，获得进化点加2000，力量加100，敏捷加80，体力加120，精神加60，获得被动技能黄金血脉，获得金色词条王之财宝。我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和新获得的能力，心潮澎湃。这次偷狗行动简直血血赚。我尝试发动王之财宝，胸口能量核心微微波动，一股奇特的能量流转至我的右前爪。这是什么技能？夏幼楚能感觉到那爪子蕴含的可怕力量，这绝对能轻松把妖将捅个窟窿。我挥动了一下右爪，瞬间带起一道凌厉的金色弧光，不错，很帅，威力看来也不俗。后近战搏杀时又多了一个强力手段。我散去金色虚域，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宿主凌天，种族哥斯拉幼生体，等阶5阶，进化点5125，属性力量455，敏捷418，体力466，精神490，天赋吞噬，能源裂变吐息，毁灭君王，重力掌控，词条久退之机，王之财宝厚重，进化点也积累过半，距离下一次进化又近了一步。消化完黄金彩后，我的实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夏幼楚看着我身上那愈发深沉恐怖的气息，这傻壁虎的成长速度实在是太变态。照这个趋势下，恐怕用不了多久，他就真的能拥有一口吐息养了夏家的实力。幼楚姐、石溪大人，你们先别急着修炼。就在这时，赵萌萌递过来一个卷轴，这是工会刚刚得到的绝密情报，关于落雷剑受潮的夏幼楚。接过卷轴展开，落雷剑身处发现，疑似雷角狂蜥一退，推断有妖将巅峰级雷系，妖兽正尝试冲击妖王之境。夏幼楚脸色瞬间大变，我通过灵魂链接能感受到夏幼楚情绪中那一丝凝重。我传递一道意念，妖王很强。夏幼楚神情凝重，要知道妖兽一旦晋升妖王时，其血脉威压会对低阶妖兽产生天然的统御力，届时就不再是几百几千头的兽潮了，而是数以百万计的妖兽大军形成真正的妖灾。我这下明白了，难怪夏幼楚和赵萌萌都这么严肃。所以工会的意思是，爹已经联合了城主府和城防军，决定组织一支精锐小队深入荒原，在头畜生突破之前将其彻底剿灭。爹特意让我来邀请幼楚姐和石溪大人，以你们2位的实力，绝对有资格参与这次的围剿行动。
爹会亲自带队，赵会长亲自带队，元灵巅峰修为，再加上他的本命战兽，实力堪比2尊元灵巅峰，这样的阵容去围剿一头尚未突破的妖将巅峰，理论上确实是10拿9。夏右楚心动了，猎杀一头即将突破妖王的妖兽，如果能侥幸获得其血肉或是妖丹，他绝对能一波起飞。他看向我。我舔了舔嘴唇，意念传来妖王吗？听起来就很补，我肯定去。好，我们参加。赵萌萌顿时喜笑颜开，太好了，我这就回去告诉爹，行动定在3天后。届时我来接你们。就在这时，院门外再次传来轻柔的敲门声。右楚妹妹在吗？来人是苏婉清。夏右楚将她带进院内。婉清姐，你怎么来了？没事，就是想来看看你。过段时间我要出一趟远门，或许很久以后都不会再见。他将礼盒放在石桌上，这次的数量和质量比上次还要丰厚得多。夏右楚看着这些资源，又看了看苏婉清那强颜欢笑的样子。苏婉清这不像是在帮扶朋友，更像是在交代后事。婉清姐，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苏婉清身体微微一颤，避开夏右楚的目光，没有，就是希望你以后在外面能平安顺利。看着我，夏右楚的声音带着一丝前世的威严。苏婉清下意识地抬起头，眼眶瞬间就红了。右楚妹妹，我可能很快就要嫁去黑岩城了。夏右楚眼神一愣，和他前世记忆对上了。你不愿意那李敖是出了名的纨绔欺男霸女，妾室成群。我若嫁过去，此生便毁了。可是家族决定，我无力反抗。夏右楚看着眼前这个哭得梨花带雨的柔弱女子，叹了口气。苏婉清是他前世今生都为数不多的朋友，他夏右楚的人岂容他人如此摆布？这婚你不想结那就不结，可是家族的决定是狗屁，你的命运该由你自己掌握。他上前一步握住苏婉清冰凉的手，这件事我管了。苏婉清脸刷一下红了，呆呆地看着他，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个夏家妹妹。右楚妹妹，你别为了我得罪苏家和黑岩城得罪。夏右楚嘴角勾起一抹冷咳的弧度，等我从洛雷剑回来，便去帮你把这婚约推了。他们若识相，最好自己点头。他如今夏家都不在乎，还在乎什么苏家黑岩城？实力才是硬道理。苏婉清看着夏右楚那霸道的眼神，心中莫名的安定了些许。行了，右楚妹妹，我就不耽误你们休息了。说完，他转身离开了。夏右楚看着桌上那堆价值不菲的资源，分了一半给我。另一半则是全部转化为工会积分，购买了海量的妖兽血肉和辅助药材，然后开始闭关全力冲击元师境界。1天后，境室内传出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夏右楚成功突破元师一星。他出关时神采奕奕，气息比之前强大了数倍不止。我打量了他一眼，传递意念，总算有点样子，不然真成挂件了。夏右楚心情好，懒得跟我计较，哼了一声，等着吧，迟早把你按在地上摩擦。就在此时，小院外传来一道声音：夏右楚，给本少爷滚出来！敢偷我的小金，我要你偿命！是夏凌风，他竟然找上门来了。夏右楚走了出去，只见夏凌风脸色苍白，气息虚浮，显然本命战兽死亡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反噬。能站在这里，估计是夏明远用了什么珍贵药物强行吊着。夏凌风看到夏右楚，更是如同见了杀父仇人，目眦欲裂。夏右楚，你终于敢出来了，我的小金呢？是不是被你那头怪物吃了？凌风，你脑子被妖兽踢了，是一大早跑来我这儿来狗叫什么？你的狗丢了，关我屁事！我亲眼看到你那头灰色的怪物昨晚出现在我家附近，一定是你指使他偷走了我的小金。那我还看到你偷了我1亿上品原石呢，现在还给我！夏凌风呆住了，他确实没抓到现行，也没任何证据，肯定是你怀恨在心，指使你的战兽报复我儿子。柳氏尖声叫道，指着夏右楚，小小年纪心思如此恶毒，快把那头畜生交出来！夏明远也沉着脸开口，右楚，若真是你的战兽所为，交出战兽，念在同族之情，我可从轻发落。夏右楚语气却冷了下来，大长老饭是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这个世道讲究的是实力和背景，但更讲究证据。你说我的战兽偷了你的狗，证据呢？没证据就闭上你们的狗嘴，再敢污蔑我和我的战兽，小心我告你们诽谤，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这番话几乎原封不动的还给了夏凌风。周围的拓荒者们顿时发出一阵哄笑，觉得无比解气。夏凌风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夏右楚，你什么？你夏右楚嗤笑一声，夏凌风，你自己看不住狗屎，丢了就跑来胡乱攀咬，是不是昨天在落雷剑受了惊吓，神志不清了？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兽医看看脑子？周围的拓荒者笑得更欢了。夏凌风气得差点一口血喷出来，柳氏更是尖叫着就要扑上来厮打夏右楚。夏明远一把拉住他，脸色阴沉的可怕，他死死盯着夏右楚。夏右楚，你好自为之。说完，他强行拉着柳氏和夏凌风灰溜溜的离开了。时间很快就到了出发去讨伐妖王的日子，一个个小队领命，带着肃杀之气迅速离开广场，朝着各自负责的区域进发。夏右楚则带着我去清理枯骨林。没多久，两人抵达枯骨林边缘，仿佛感应到了生人的气息，枯骨林中顿时响起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嘶鸣声。下一刻，无数道黑影猛地窜出，一人一边，杀的少的是小狗。夏右楚眼神一厉，手持长剑，身形一动，迎了上去。剑光闪烁，瞬间解决了一头妖兽，吞天魔功随之运转，迅速吞噬倒下的妖兽生命精气。而另一侧，我看着汹涌而来的兽潮，毁灭君王威压轰然爆发，那些疯狂冲来的低阶毒虫毒兽瞬间速度骤减。我冲入兽群，一条紫电蝰蛇上面落下，铁甲毒蝎从后面袭来，空中的黑蜥喷吐的毒液发起了攻击。此时我右前爪金色光芒爆发，一柄黄金枪瞬间凝聚在我的右掌之上。我右掌握着黄金旗枪，猛地向上刺去，那只妖兵出气的剧毒飞蜥被瞬间贯穿。在掷出黄金旗枪的同时，我的左爪已经抓住了紫电蝰蛇咬来的头颅。紫电蝰蛇那坚硬的舌头如同西瓜般被捏得粉碎。与此同时，我的尾巴抽向了从后方袭来的铁甲毒蝎，铁甲毒蝎瞬间炸开，我散去黄金旗枪，直接扑到尸体那里，开始大快朵颐。
吞噬紫电蝰蛇妖兵，后期获得进化点加75，敏捷加8；吞噬铁甲毒蝎妖兵，中期获得进化点加50，体力加5%。吞噬剧毒飞蜥妖兵，初期获得进化点加75。另一边，夏右楚手持长剑，站在一堆妖兽尸体中间，周身魔源缭绕，两人相视一眼，没有交流，却默契的继续向枯骨林深处推进。这里的妖兽仿佛杀之不尽，一波接着一波疯狂的进食下，我的进化点也在飞速朝着8000点逼近。进化点7850，就在此时，我突然捕捉到了前方出现了一股异常强大的生命信号，甚至比之前那3头妖将初期还要强上一些。夏右楚握紧了手中的长剑，这东西有点棘手，不管了，先上了再说。金光在我右掌凝聚，然而这一次出现的是一面巨大的黄金圆盾。没想到王之财宝每次巨献的宝具是随机的吗？树妖发出一声咆哮，巨大的手掌如同山岳般带着碾碎一切的气势，朝着我和夏右楚当头拍下。我不闪不避，右爪擎着黄金圆盾悍然迎上，手掌与黄金圆盾猛烈碰撞，圆盾剧烈震颤，但终究是稳稳地挡住了这势大力沉的一击。然而异变陡生，树妖那被挡住的手掌指骨突然诡异的伸长，如同5根锋利的剑绕过黄金圆盾，从侧面狠狠刺向我的头颅和身躯。我反应极快，左掌猛地挥出隔开2根指骨，但另外3根依旧带着尖锐的破空声刺来。就在这时，夏右楚瞬间出现在我身旁，挥动长剑将那3根势大力沉的指骨弹开，谢了我传递意念。夏右楚头也不回地说道：“专心点，傻壁虎！”目光紧紧锁定树妖，树妖气息波动得更加剧烈，显然被激怒了。同时，他的脚狠狠踩向两人，背后无数根尖锐的树根如同暴雨般朝着两人覆盖射击。我再次发动王之财宝，这次金光在我左掌凝聚，出现的却是一条金光闪闪的绳索，看起来卖相不错，但我能感觉到对付这种体型的怪物，恐怕连1秒钟都困不住。我干脆放弃了使用这锁链，右爪的黄金圆盾再次举起，抵挡从天而降的鼓角踩踏。鼓角踩在圆盾上，发出沉闷巨响。大量的树枝射在圆盾和我的身体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大部分被弹开，少数刺入皮肤的，也被超能装甲和硬皮技能抵挡，无法深入。夏右处在密集的树枝中穿梭，每每在坚不容发之际避开攻击，两人一时间也被这狂暴的攻击压制住。这样下去不行。这怪物体型太大，防御太强，我们的攻击很难奏效。我被打得有些烦了，张口就是一道圆裂边吐息，暗红吐息正面命中树妖。树妖表面皮肤瞬间被融化，露出体表下方跳动着的黑色心脏，但很快四周大量皮肤又再次攀附而上，重新将树妖胸口的空缺填满。夏右处像是做了什么决定，周身原本幽暗的魔元气息轰然沸腾，他双手在胸前结出一个古老印卷，体内的魔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疯狂运转。他的背后隐约浮现出一条模糊的五爪金龙虚影，我面色微变，不愧是当过女帝的人，底牌还真不少。一股仿佛能撼动苍破碎星辰的恐怖力量在他拳头上汇聚，树妖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一拳中蕴含的威胁，想要收回拍向我的手掌进行防御。我张嘴，一口浓烈吐息喷射在树妖左腿上，树妖庞大的身躯直接失控，猛地向前一个趔趄。就在这时，夏右处的身影瞬间出现在树妖面前。夏右处的拳头轰击在了树妖胸腔中心，树妖庞大的胸膛瞬间炸开一个的巨大窟窿，树妖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塌，激起漫天灰尘妖将的树妖族。夏右处站在原地微微喘息，他背后的金龙虚影缓缓消散，他那轰出惊天一击的右拳此刻鲜血淋漓。真龙撼天拳乃是他前世在上古真龙遗迹中获得的天机宝术，以他如今元世一星的修为，强行调动一丝拳意，反噬极其严重。若非吞天魔功锤炼的肉身远超同阶，这一拳出去，敌人死不死不好说，他自己肯定先拜拜了。我走了过来，看了一眼倒塌的树妖，又看了看夏右处那故作镇定的脸色，以及他刻意背在身后的右手。我没有点破，只是传递过去，一个意念，打得不错。我不再逗他，走到树妖的尸体旁，这大家伙提供的进化点肯定不少。我张开嘴开始吞噬树妖，获得进化点加200，力量加30，体力加100。精神加40，获得被动技能铁甲武装。铁甲武装可消耗能量，在体表生成一层骸骨装甲，提升物理防御力，防御强度与消耗能量相关。此时我的进化点9050，因为这里环境不安全，我没有立刻选择进化。看了一眼还在强撑的夏右处，传递意念，开饭了，趁热吃吧。夏右处看着那庞大的骸骨堆，嘴角微微抽搐。你倒是贴着铜牙，我他妈没这牙口。我看出了他的窘境，用爪子在那破碎的胸腔处扒拉了几下。拿出了一堆黑乎乎的东西，诺精华部分。夏右处看着那堆黑漆漆的不明物体，又看了看我那副快夸我的表情，一时间竟不知该气还是该笑。他也不矫情，走到那堆精华前，运转吞天魔功，还是吞噬精纯的死气能量涌入体内，迅速修复着他右臂的伤势，同时推动的修为向着元世2星迈进。当最后一块骸骨被我吞下肚，夏右处也消化完了那团死气能量，右臂的伤势好了大半，修为顺势突破到了元世2星。枯骨林任务圆满完成，两人相视一笑，走吧。夏右处当先朝着赵会长所在的山谷方向走去，耽误了那么久，也不知道能不能抢块肉吃。就在这时，一声恐怖雷鸣毫无征兆的炸响，只见远处山谷上空此刻已然被无尽的雷云彻底覆盖着，并且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一条巨蛇从中出现，它的头上隐约可见2个小小的鼓包，仿佛有什么东西即将破开。他在化焦夏右处瞳孔骤缩，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赵会长他们不是早就过去了吗？元灵巅峰的实力加上1亿施救，怎么可能放任他完成化焦？看来那边情况不太妙。
我传递意念道，但咱俩啥也干不了，就算有能力阻止，现在过去也来不及了。此时赵会长身前站着一个元灵巅峰的男人，他旁边的战兽已经到达妖将巅峰。万寿阁，你们竟敢插手我云城事务，引发妖灾，你们就不怕皇朝律法，不怕人族共诛吗？万寿阁是一个极其偏激和极端的组织，认为妖兽才是天地间最高贵的生灵，人类不过是窃取了世界权柄的寄生虫，应该被妖兽奴役统治，是人族内部公认的毒瘤邪教组织。那阴虚男子发出一阵夜宵般难听的怪笑，人类贪婪自私愚蠢，为了自身发展肆意屠戮妖兽，破坏自然平衡。我们万寿阁不过是顺应天道，拨乱反正。赵会长气急了，然而实力的差距并非单靠愤怒就能弥补。鬼蝎的幽影魔蝎品级太高，速度、力量、天赋全面压制银翼施救，而鬼蝎本人的猎魂爪功法也极其诡异，专门克制灵魂，让赵会长打得束手束脚，其余那些人甚至连靠近战圈都做不到。元灵巅峰交手的余波就足以将他们重创，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山谷中那头雷蛇在漫天雷霆的洗礼下身躯一点点拉长，头顶的独角越来越璀璨，那两个鼓包也越来越明显，散发出的威压越来越恐怖。我看着蛟龙之形越来越清晰的巨影，没有援兵的话，赵会长他们可能会团灭在那里。夏右楚面色难看至极，就在他心急如焚，思考着是否要冒险前去时，就在此时，一股无比狂暴的生命波动猛地从我体内爆发开来，我的体型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次膨胀。夏右楚瞪呆地看着身边这个说进化就进化的家伙，一时间竟不知该作何表情。这傻壁虎怎么比九翅金蝉还夸张？9翅金蝉一生也就进化9次。可这家伙都进化多少次了？我的体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膨胀，最终体长定格在了3米的骇人程度。进化完成当前阶段幼生体6阶，宿主临天，种族哥斯拉幼生体，等阶6阶进化点1050，距离下次进化要16000点。属性力量655，敏捷628。体力717，精神655。精神力的暴涨不仅让我的能量感知等级提升，还让我能够说话了。检测到宿主拥有特殊词条9推之机，经本次进化后可选择一项身体部位进行额外强化蜕变，请选择表皮、骨骼、肌肉、内脏，需指定具体内脏。感官能量核心利齿下肢。我没有任何犹豫，选择能量核心。突然我的胸腔内的能量核心陡然又提升了一个档次，我能清晰地感觉到现在如果全力发动元裂变吐息，其威力射程持续时间都将远超之前。就在我完成进化的同时，落雷剑中心山谷上空异变也达到了高潮。